来吧，新玩具 RF 飞天虎的最后一款打机也出来了，苍狼盒子外包装依旧是非常极简的风格。食品方面，一份开页的说明书，里边也都是电脑的建模图变形指示，毕竟比较简单嘛。配件内容，这回除了一个可以更换插武器的尾翼之外，还有两个在合体形态下胯部的替换零件，也是为了增加胯部的组合强度吧。我们来看玩具的实物，人形的话，其实 RF 加整体的这个美术风格都会有一种头大、腿短的即视感，像极了如今16:9的官方围城开始之后到如今的这个压扁身材。倒是360度看一下的话，并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头胶空洞，身上的可动关节该有的地方也都有啊，来回的旋转胳膊。拳头是动手，因为毕竟是个小比例嘛。手腕这里可以旋转，腰部、大胯、关节的紧实程度相当的可以了。这款打机整个的这个手感玩起来，塑料的做工了什么的都是不错的，而且关节的紧实程度明显也比前几款要强了很多。面雕这里有上红漆，眼睛这里也有涂出来，脸部做的还可以吧，胸口这一块银色的涂装。变形第一步，先把腰部这里拉长，腾出来更多的空间。腿部的变形是这回的难点之一啊，先把这一块腾开，小腿的面板打开，把里边的轮子顶出来，脚丫子收进去。难点其实主要出现在这个地方的连接位置，这里有一个卡扣跟前腿板进行的连接，但是在翻折的时候，你会发现膝盖这个地方有3段的转轴关节，比较不太好把它顶过去。我们也是让着点边儿，揉一揉，把它搓过去。到了某一个特定角度的时候，这一块就转不过来了，很紧啊。其实我有尝试过把这块的螺丝卸松一点点，但是因为没有好的施力位置啊，所以这一块还是掰不太平。所以建议呢，还是用它的其他零件来顶一下，把这个地方的插扣顶平。最后这里是合体连接手腕的部位，完全的折过来，我们就可以把这块腿板再反过来扣了。扣的时候也注意，你这一块还得折到位。所以如果你折不到位的话，这个地方的插口是对不准的。好，把它结合上。所以也是尽量用一个平的零件顶它一下，把它掰正。好，最难的已经过去，我们就可以把双腿扣合起来，顺着腰部旋转180度，翻过来，把后边这块带尾翼的部分打开，拧180度，放这里备用。前方的顶盖这里也打开。然后把车头旋转出来，肩膀位置抬起来，在肋部侧面这里有2个蓝色的边缘挡肉，把它翻平，再顺着这个开口的关节折下来，胳膊夹好。这个时候前面的盖子翻下来，插住，顺着腰部这里缩短，注意拳头的调整方向。把它插进去，再把尾部这块盖子放下来，扣好。兰博基尼的小车变形的步骤其实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难点主要也是出现在后边这一块转轴的翻折。变到位之后，小车的4轮接地滚动还是很丝滑的。组合的过程也非常简单，通过下方这里的插孔，顺着这里把小腿插上就行。那么好，顺势最后一盒出完，我们的飞天虎也终于组合完成了。其实 RF 这一套小比例的玩具，主打的还是中间的汽车大师的一个变形设计取巧感。4肢的这些成员变形都是比较简单的，合体后的高度到头顶来到了24公分左右，也是一个目前标准的小比例组合金刚的身高。并且这一套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手脚是完全可以进行互换的，4肢可以随意的打乱顺序。因为所有的成员都可以装上这个手腕的零件，有凸点的就把它90度掰开，插这2个插孔，有孔的就直接插这2个扣子。但是吧，这个扣子我感觉插的不是太紧，比如这一条的手腕插上以后，是可以固定住，但是你在活动的过程中是很容易掉下来的，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结实。
所以这也是 RF 这套飞天虎另一个优势点了，它可以致敬老玩具，手脚进行随意的互换，玩法上面会做得更加丰富一些。但是这一套的合体也只能做出来漫画里边小腿上边贴汽车的造型，并无法做出记忆老玩具的可以把人形的胸口冲前这么一种合体的模式。此外呢，或多或少会觉得不管是哪个成员组成的小臂部分，似乎都感觉有一点短。虽然说它在最后合体的手腕这里加宽了那么一截，让手臂显得稍微长一点点，但最后组合完成的效果似乎也并没有加长多少，可能也是跟这个组合方式有关吧。我们把下半个小臂转横90度，让这一块变得窄一点，似乎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的短了。可这款的稳定根源不光出在胯部上边，一个脚踝这个地方，它并没有使用那种齿轮关节或者更稳定的轴管，是一个大型的球形关节。这块本身来说松紧度就很难控制。再一个，膝盖的这个关节也有一些单薄，再加上这里还有一个变形结构啊。这一块的松紧程度也是考验这款战力的一个核心位置，所以当你替换上了胯部的加强部件以后，似乎作用也不是特别的明显，它下方这里该松，站立的稳定性还是会差一些意思的。静态摆放那儿别乱动的话，应该还是能撑得住的，但是多多少少这个关节下半盘还是不太靠谱。那么也是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吧 ，RF 这一套飞天虎出的时间其实跨度有一点长，前4款出货的速度还可以，到了最后一款打击也是拖了挺长的时间，最终组合完成的效果看起来还是不错的。4肢可以互换的设计在玩法上面也是致敬了记忆老玩具的一些元素。但最后呈现的效果在关节的支撑稳定性上面和一些插扣的松紧位置有待加强。好在这一套的售价在目前的小比例市场上边显得并不太贵，毕竟是这家工作室的第一套产品，有一些地方还是明显感觉经验有所不足，也是看看接下来他们家会有怎样的表现吧。那么大家觉得这一套 RF 的飞天虎设计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各位的言论。我们这期就玩到这儿吧。